宗馥莉输了香港遗产官司，就连娃哈哈也要拱手让给杜建英。宗馥莉汇丰账户将被强制公开，明面上遗产大战，暗地里国资大佬已成立专班。已然走错一步棋的宗馥莉能否笑到最后？宗老去世后，宗馥莉可谓是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之上。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对宗馥莉的遗产官司作出了判决。这判决结果一出来，瞬间就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简单来说，法院判决宗馥莉败诉，他被禁止提取或抵押建浩创投有限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的资产，而且还得公开账户信息，包括账户余额、资产去向以及收支账目等。这对于宗馥莉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要从1991年说起。那时的娃哈哈已经度过了艰难的创业初期，在市场上崭露头角，成为国内小有名气的食品企业。这一年，浙江大学毕业的杜建英踏入了娃哈哈的大门。杜建英原本有着一份铁饭碗工作，但在干了3年后，因嫌弃工资低，依然选择跳槽。他进入娃哈哈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宗庆后的助手对他倾心不已，苦苦哀求宗庆后录用杜建英。宗庆后看在助手的面子上，才勉强将他留了下来。而且杜建英所学专业与食品企业并不适配，他能进入娃哈哈这份特殊的机缘，似乎也为他之后与宗庆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刚进入娃哈哈的杜建英工作能力出众，很快就引起了宗庆后的注意。宗庆后在工作中经常与杜建英接触，对他的才华十分欣赏。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长期的相处让他们之间的默契远远超出了普通同事关系，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很快，杜建英就怀孕了。在1996年，杜建英在美国洛杉矶生下了他和宗庆后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宗继昌。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宗继昌出生后，杜建英并没有就此满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和宗庆后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且又先后有了2个孩子。1998年，杜建英生下了女儿宗洁丽。2002年，小儿子宗继盛出生。在这期间，宗庆后的原配妻子施幼珍一直被蒙在鼓里。施幼珍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1982年生下独生女宗馥莉后，便将重心放在家庭上，全心全意照顾家庭和孩子，却没想到在她看不见的地方，丈夫已经背叛了他们的婚姻。随着杜建英的孩子们逐渐长大，她开始为孩子们的未来谋划。于是她在娃哈哈内部凭借着与宗庆后的关系，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她参与娃哈哈的各项重要业务，尤其是在进出口业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宗庆后对她也十分信任，给予了她诸多权力和资源。在这个过程中，2003年，宗庆后在香港建立了一个规模高达21亿的信托基金，而受益人正是杜建英的3个孩子。这一举动无疑表明了宗庆后对杜建英和孩子们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和杜建英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种难以割舍的地步。有传言称，2005年宗庆后和杜建英在美国结婚，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没过几年，两人又选择了离婚。对于离婚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尽管婚姻关系结束了，但杜建英在宗庆后心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2002年，宗馥莉留学归来，进入娃哈哈工作，展现出了出色的商业才能和管理能力。宗庆后也看到了女儿的能力，有意培养她成为娃哈哈的接班人，这让杜建英感到了威胁。他深知，如果宗馥莉顺利接班，自己和孩子们在娃哈哈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于是他开始在娃哈哈内部联合一些元老，多次阻挠宗馥莉掌权，在业务决策、人事安排等方面与宗馥莉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宗馥莉在工作中常常因为杜建英等人的阻碍，面临重重困难。除了在娃哈哈内部的权力斗争，杜建英的私人生活也十分复杂。有娃哈哈老员工爆料，在入职娃哈哈之前，杜建英就已经结婚，丈夫是陈某，并且在1988年，她与陈某生育了一个儿子。而令人惊讶的是，根据杭州民政局的档案显示，杜建英和陈某的婚姻关系至今仍然存续。这也就意味着，在杜建英与宗庆后交往生育子女的过程中，她实际上处于已婚状态。这样的情况让杜建英的行为更加饱受争议。在宗庆后生前，他一直试图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在各种重要场合都是宗馥莉陪伴在他身边。大众也一直认为宗馥莉是娃哈哈唯一的继承人，
是娃哈哈的嫡千金。然而，宗庆后去世后，他与杜建英的这段风流史以及所生育的3个私生子逐渐被曝光。杜建英的3个子女为了争夺遗产，将宗馥莉告上了法庭。他们举着 DNA 鉴定书，要求继承宗庆后在香港设立的20亿美元信托基金，同时还想要分割宗庆后持有的 29.4% 的娃哈哈股权。在这场官司中，杜建英的3位子女要求宗馥莉披露一个汇丰银行账户内资产的去向，并且申请禁止宗馥莉处理该账户内的任何资产。这3位原告还拿出了一份关键证据，那就是宗庆后的一份手书。在这份手书中，宗庆后指示要为这3人办理信托，每人7亿美金，而且明确提到该信托长期不动，仅能收取利息使用。宗馥莉这边呢，也迅速展开了行动。他关停了18家与杜建英势力关联的分厂，砍断了杜建英家族在娃哈哈的部分财路，还抢先提取了信托账户中的110万美元，瓦解了父亲为私生子预留的小金库。同时，在法庭上就信托资产的范围、受托人权限以及设立进度等方面和原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他认为信托资产仅为固定本金的利息，而非本金本身，并且作为受托人的股东，他对信托文件条款有发言权，还表示与原告就文件草案条款的讨论是真诚的，并没有故意拖延。但很显然，法院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在经过一系列的庭审辩论和证据审查之后，香港高等法院最终作出了判决。法院确认了建浩创投有限公司名下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中的资产，更是宗继昌、宗杰利、宗继胜3位原告享有受益权的信托财产。这一认定无疑对宗馥莉极为不利。法官在判决中下令被告宗馥莉不得从相关账户中提款或转账任何资产，并且该禁制令将持续有效，直至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诉讼有最终裁决为止。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宗馥莉对该账户内的资产失去了支配权，账户中的巨额资金被完全冻结，也从侧面印证了香港其实只是个支线，其主要目的是在配合杭州主项。而杭州这边已经被爆出进行了2次线下和解了，但是结果不太尽如人意。说到杭州方面，众所周知，杭州国资委是娃哈哈的大股东。1987年，杭州上城区的一个校办企业经销部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濒临倒闭。就在这时，宗庆后出现了，他以非凡的勇气承包了这个经销部，立下军令状，每年上交4万利润，多出来的部分自己拿20%提成，亏损则自负。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场豪赌。创业初期，上城区文教局借给了宗庆后14万，这笔钱可以说是天使投资，为日后的上城区带来了100倍、1000倍的回报。有了启动资金，宗庆后开始大展拳脚。1988年，娃哈哈儿童营养液横空出世，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娃哈哈现有的生产能力远远无法满足，此时政府再次成为关键助力。1991年，在杭州市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娃哈哈上演了一场蛇吞象的好戏，兼并了拥有2000名员工、资不抵债的国有老厂杭州罐头食品厂，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厂房和设备，让娃哈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宗庆后接手后，展现出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妥善安置了原罐头厂的员工，还带领他们完成了薪资的跨越，赢得了人心。到这个阶段，娃哈哈名义上还是100%的国企，但实际上，政府除了最初的政策支持和那笔已归还的14万借款，后续在资金投入上并未有太多动作。从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几乎全靠宗庆后个人的努力和智慧。时间来到1999年，全国范围内的国企改制浪潮汹涌澎湃，娃哈哈也迎来了重要的变革时刻。改制后，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局占股51%，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宗庆后持股29.4%，成为第2大股东。职工持股会代表约2000名员工，占股19.6%。有趣的是，后来为了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国资局主动将5%的股份赠送给职工持股会。这一决策看似简单，实则影响深远。虽然国资依然是第1大股东，但宗庆后与职工持股会的合计持股比例达到了54%，形成了事实上的控制权。联盟在企业的实际运营中，员工自然更倾向于听从宗庆后的指挥，这就使得宗庆后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牢牢掌握了企业发展的方向盘。股权结构也成为了日后娃哈哈发展的祖宗之法。
从1999年改制到2024年宗庆后离世，这长达25年的时间里，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宛如磐石般稳固，三方持股比例未曾有过丝毫变动。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下，却隐藏着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其中持股46%的国资大股东长期保持沉默，实际上国资的这种沉默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一种基于多方面考量的战略选择。从历史遗留问题来看，当年的改制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国资主动降低持股比例，放弃部分控股权，目的就是为了让宗庆后能够放开手脚经营企业，同时默认他与职工持股会的联盟，减少对企业日常经营决策的干预。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用国资的分红权换取企业的增长权。毕竟在当时，谁也无法准确预见娃哈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而且在改制过程中，像娃哈哈品牌这样具有极高价值的无形资产并未作价注入股权，这就导致国资在后续想要分享品牌增值带来的红利时缺乏法律依据，难以名正言顺地主张权益。其实说白了，国资需要这么一批企业家卖命干活，但是商人无利不起早，不给够好处，没有人愿意卖命。宗家多年来在产业链上的布局，杭州国资委不是不知道，而是杭州国资委根本就看不上那点分红。对于杭州国资委来说，更重要的是把娃哈哈的产业链留在杭州，不管你是宏盛还是别的，只要你在杭州就能带动经济，带动就业。对于杭州国资委来说，这比那点分红重要的多。除此之外就是税收，税收与股东分红的价值有着天壤之别。税收具有稳定性、强制性和可持续性，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保障，堪称铁饭碗。而股东分红则受到企业经营、业绩、利润分配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稳定的税基才是关键。娃哈哈作为杭州的支柱企业，多年来累计纳税高达742亿元，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只要企业能够持续稳定经营，不断创造税收，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即使国资股东分红较少，甚至不分红，从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平静的湖面在2024年被打破。宗庆后的离世，使得娃哈哈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股权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宗馥莉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开始掌管娃哈哈。但在他接手后，一系列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家族内斗、股权纷争等事件接连上演，让娃哈哈这艘商业巨轮在风雨中飘摇。关于娃哈哈国有资产流失的言论四起，其实与娃哈哈内部的权力斗争分不开关系。事实上，这种言论只能算一种风向标。此前，杭州上城区文商旅集团和宗馥莉持续谈判，有意将持有的46%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宗馥莉，但价格没有谈拢，双方都在试探博弈，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对于国资方来说，娃哈哈作为一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其股份的转让价格必须经过严谨的评估，既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又要考虑到企业未来的发展。而对于宗馥莉而言，他需要考虑自己的资金实力，以及收购股份后如何整合企业资源，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一僵局让这场股份收购案陷入了停滞，也让外界对娃哈哈的未来充满了猜测。就在宗馥莉和上城国资就股份收购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杜建英登场了。杜建英曾被视为公司二把手，但随着宗馥莉进入权力的中心，在2010年前后其离开娃哈哈。然而他并没有真正远离娃哈哈的江湖。在宗馥莉与国资谈判股份收购期间，杜建英跟政府要求股份转让必须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很明显，杜建英并不希望看到宗馥莉顺利收购国资股份。有传言称，杜建英有意接手这46%的股份。从他的背景来看，并非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杜建英真的接手了上城国资手中的46%股份，那他将成为娃哈哈的最大股东，掌握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这对于宗馥莉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这场关于娃哈哈股份收购的大戏还远没有结束。无论是宗馥莉拿到国资手中的股权，还是半路杀出的杜建英改写娃哈哈历史，亦或是国资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我们作为旁观者也将持续关注这场精彩的商业大战。看各方如何在这场股份收购的棋局中落子布局，最终谁能笑到最后。